美国财长贝森特注意到，中共正在制定“十五五”规划，他希望在这个规划中最好能体现经济再平衡目标，向消费型经济转变，不然的话，中国经济将走向崩溃。在英媒 BBC 看来，贝森特的做法有些冒险，可能会触怒中共。消费型经济意味着国民的富有，需要一个藏富于民的国策，这会动了中共的乳酪。中共掌握和控制着中国的所有资源，这就是所谓的公有制。藏富于民就是说，这些由中共控制的社会资源和财富应该分散到私人手里。所以，对于贝森特敏锐的目光，中共感到非常不舒服，说需要重新平衡的是美国的心态。这意思非常明确，我们没有什么需要再平衡的，平衡不平衡是我们的内政。美国人凭什么指手画脚？中共战狼的思维模式在这里暴露无遗。看来，川普关税战打的不是关税，最终的彩头很可能正是中共这条命。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邵峰。英国 BBC 中文8月1号报道，中美两国结束了瑞典斯德哥尔摩一轮的贸易谈判。谈判结束之后，双方没有发布联合声明。关税暂停期限再度延长问题颇受关注。美国财长贝森特提到，期限是否同意延长将取决于川普总统。贝森特注意到，中共正在进行“十五五”规划的制定工作。他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希望，中共能把中国经济结构向消费型经济体转变的目标，在这个规划中对外公开。BBC 报道认为，贝森特对中国从生产性经济体向生产消费平衡的经济体的转变期待，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观点。在贝森特看来，这种转变的发生可能需要外部的冲击。然而，对于中共而言，与美国谈判的底线就是不能涉及对中共体制的改变，那是对中共主权的侵犯。例如，7年前中美贸易谈判，当时刘鹤将谈判后的协议草案带回北京后，草案中所有关于修改中共法律法规的内容都被删除，使得中美双方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今年4月下旬，据路透社援引中共官员的话称，美国给中共发出一封信，列出了川普希望北京采取的针对芬太尼的4项措施。信中指责中共对出口商的增值税退税政策补贴了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和外销。这封信件被寄往中共外交部、商务部和公安部，要求中共在人民日报头版公开报道打击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行动，并通过党内渠道向党员传达同样的信息，以及加强若干化学品的管控。2位熟悉中方反应的官员向路透社表示，尤其是前2项要求被中方视为傲慢，认为美国在对其执政体系进行指手画脚，这触及了中共极为敏感的主权问题。今年4月23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国际金融研究所发表主题演讲。贝森特表示，在川普总统宣布关税政策之后，已有超过100个国家主动与我们接洽，表示希望参与重塑全球贸易平衡的进程。贝森特指出，在这个进程中，中国尤其需要进行再平衡。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正越来越远离消费驱动，转而依赖制造业。如果现状持续，中国那种以制造业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只会加剧与贸易伙伴之间的失衡。中国当前的经济模式实质上是通过出口转嫁自身的经济难题，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模式，不仅对中国本身构成伤害，对整个世界也构成了风险。因此，中国必须改变，中国自己也知道必须改变。中国可以从削减出口产能开始，转而支持国内消费者和内需市场的发展。这一转变将有助于实现全球迫切需要的再平衡。中国的崛起速度虽然令人印象深刻，但这一过程部分是以西方市场为代价的。然而，如果中国希望在全球经济中扮演与其实力相称的角色，那它也应当完成毕业。对于贝森特的提醒，中共的反应是勃然大怒。中共官媒新华社5月1号刊发的评论标题是需要重新平衡的是美国心态。文章称，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期间再度对中国经济发难，抨击中国现行经济模式过度依赖出口，损害了世界，需要重新平衡。他还说，中国出口太多，消费不足，是与事实严重不符的。官媒文章引用官方数据宣称，2024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44.5%， 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2 个百分点，以此反驳贝森特所说中国经济正越来越远离消费驱动。不过，这都是中共官媒的自说自话，中共官方数据真假且先放在一边。如果把中国的消费放在全球来看，占比实在与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人设差得太远。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黄亚生说，按照官方统计数据，这么多年每年 8%、9% 的快速经济增长，原本不用这么依赖外部市场，本国的消费市场应该非常强大。不幸的是，事实完全相反，中国在全球产能中占 35%， 在全球消费中只占 10%。 黄教授认为，根本原因是中共对自己的国民非常不友好，中共体制是与民争利，是控制，而不是承担社会责任和风险。这些社会责任和社会风险全部由人民承担，这样的结果只能是经济越来越萧条，就业越来越困难，老百姓收入越来越少，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成刚教授则认为，中国经济不能向消费型模式转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共共产集权制度。中共体制下贫富分化严重，中共几乎掌握着所有社会资源，土地是国有的，银行是国有的，财富由中共国企和权贵集团瓜分，赚钱的是政府和权贵集团，老百姓分不到任何好处，他们一天天变穷，内需根本就拉不起来。许成刚说，中国的家庭收入占 GDP 的比例过低，大部分人收入低得惊人。根据一个全国的抽样调查，全国有5亿4千万人口是在每人每天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下，老百姓手里没有钱，怎么可能消费得动呢？许成刚说，根源在于制度，如果不改变土地和银行的所有制结构，不解决中共集权体制的问题，中国内需就永远带不动，经济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这是致命的问题，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这样一来，中共这个极权主义制度也就解体了。许成刚教授说的比较直接，贝森特的说法就显得很委婉。然而，就是这样委婉的表达方式，也已经触碰到中共敏感的神经。这次美国川普总统的关税战是奔着中共这条命来的。难怪在4月15号，中共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就已经喊出，川普加征关税不是要我们的税，而是要我们的命。中共这种体制就是要强化国企的存在，因为中共想不遗余力超越美国，成为科技超级大国。其他的像民生啊、年轻人失业啊，那是中共统计局的责任。统计局只要大笔一挥，经济数据就会亮丽起来，失业率就会降低。习近平心中的大事是人工智慧、生物技术和新武器，是中共军队的现代化，增强战斗力。因而，中共今年的科技预算是大约172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中共大量向科技注资的同时，中国小企业的生存越来越艰难。广州的一个工厂区是服装制造业的大本营，数百家工厂约半数漆黑一片，大门紧闭，没有了往日的喧嚣，周围随处可见红底告示张贴于墙面立柱，都是工业厂房的代售或招租信息。珠江沿岸曾有数千家小型工厂，为西英、拼多多旗下 Temu 等电商巨头供应廉价服装，这些服装随后被销往美国家庭。如今，该市工业区的街道不再那么拥挤，工厂管理人员和工人都说，许多订单突然就消失了。
习近平制造业强国的愿景已经让中国人吃了很多苦，也让全世界为他的错误买单。纽约时报一篇评论说，习近平那更具战略性、更为精心策划的产业和经济政策正在从根本上扭曲和损害全球贸易。在过去6年里，中国出口平均每年增长逾1500亿美元。就制成品而言，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几乎是单向的。文章说，如果没有全球市场为中国产品提供出路的话，中国经济就会陷入困境。眼下，所有中国人都陷入了这个困境。美国财长贝森特看到了中国的困境，也善意做出警告，但他毕竟是美国的财政部长，对中国他也是爱莫能助。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